房市保命符，付了中介费还出包，一招判断卖方还是房仲该赔。先说结论真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找房仲去负责，很多是前屋主要去处理了，不然就要被你告的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2000万在台北，到底要买中古还是预售？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房送的铁皮屋违建也有保固吗？这次我们来聊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独家买房惨当冤大头，台风后整栋漏水，屋主控房仲，售后不理。那内容是这样，就是有一位网友，他买了高雄的房子之后，本来住的好好的，结果去年刚好遇到山陀儿就强台啊，高雄还停班停课啊，停到1个礼拜吧，超猛，然后再加周末，那我记得放9天假，然后这间房子就大漏水，那因为买不到半年，所以网友就快点联系房仲嘛，那6个月内看看能不能叫前屋主处理漏水的问题，这样。结果没想到他得到的这个回应房仲的皮皮说，漏水的地方是铁皮真件呢，那个是违建呢，违建是不附瑕疵担保的。然后这个新闻还附上了他跟房仲的赖对话截图，你看很夸张也欢迎你底下留言讨论，你认为这个房仲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再来你要知道，违建不等于卖方的免死金牌真的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如果遇到这类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合约上怎么写。如果今天房仲有在不动产说明书上告知这间房子没有漏水的话，不好意思，要协助处理。他不能跟买方说没有啦，这是送的，所以不在保固范围之内。因为我们回到民法第354条，条款我就不念了条款上并没有写说赠送的商品就不算。这个就很像是说你去买东西，然后店家跟你说我没有赠品买2送1，好，那你就拿了那个送，你送的那个怎么是过期了给我？依然可以向商家求偿，或是叫他换一个之类的。同样今天如果用送的这个铁皮有瑕疵，也要能够求偿但有一种情况是特例，就是前屋主或房仲他已经有明确提前告知这个赠送的可能有漏水的问题，需自行处理，或是有一个依现况交屋，就你给他签下去我讲的告知是要写在文件上才能完全免责。那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了，你该怎么办？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内耗了。有好多观众朋友跑来问我这个房地产的交易的纠纷居住的纠纷等等的，你看他跟我留的那个LINE你看你的眉头也都皱起来，乐等啊小作文，我不是在酸他而是说你可以看出说他是怀抱着怎样子烦闷的心情去打下这一段长长的文字，他就真的很烦。这个在我看起来已经内耗了，已经发生内耗。内耗就是这个事情一直想想到你晚上也睡不好，一直想内耗很消耗你的情绪的能量那你明明的心情也不错那这个做事也都觉得说很 OK 他就一直想，然后心不在焉，不用内耗。我跟你讲，直接找律师。直接找律师不是说直接要把他告起来，而是你先找律师咨询再说。我接下来包含直播一样，我会一直呼吁说去找律师做咨询，因为我又不是律师，然后一直来问我，实在是我现在不是在每支影片我都会去广告那个我们在高雄配合的律师，你干嘛不找他？然后你找他，你干嘛还在那边不想付那个咨询费5000块？你就给他付嘛，不然你律师你自己考得上我实在是就想拿免费的，这就是不尊重专业那你就继续内耗吧莫名其妙。直接找律师咨询为什么？赢面很大。你在高雄的话，就真的去找我资讯栏中推荐的律师，房地产领域那这时候我就不建议你去问 AI 了因为 AI 讲错的话他会赔你没有他就说很抱歉然后跟你道歉一次，那个道歉毫无轻重，你知道就没有价值那你就找律师咨询，律师可以帮你去查过往这是怎么判的哪个法官怎么判的，然后找出一条对你最有利的路也不要忘记你去找律师，你东西要带齐，你不是忘了你的东西整理好带齐一次现场去把它问得清清楚楚，不要再问 AI 了这样对你来说最安全。最后你要知道房仲该负责到底吗最后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次的新闻屋主提出的问题叫做房仲该不该负责到底。你是不是也会这样误会，就是说
啊，我就付好几十万的中介费啊，出问题房仲就给我负责到底才对哦。但法律上的逻辑不是这样子，房仲收的那笔钱叫做什么？叫做中介报酬。他的意思是房仲帮你完成了媒合交易这件事情，媒合交易，也就是说他帮你找到房子，帮你找到卖方，协助你们把合约在第三方就是代书的见证下，把它完完整整、板板正正的完成，然后过户什么都完成。这个任务结束以后，他的主线任务就结束了呢，你知道吗？而要对房屋屋况负责的人是卖方哦，因为法律上房屋的瑕疵担保责任原则上都是卖方要负责的。那中介的责任是什么？中介的责任比较像是不能隐匿已知的问题不能隐匿已知的问题。例如说，他明明知道这间房子会漏水，可是却没告诉你，或是他在不动产说明书里面写的模模糊糊，就是不能当帮凶的意思。但是今天的中介房仲其实并不知道，就卖方刻意隐瞒卖方刻意隐瞒的话，问题是谁的？问题是卖方的。当然有 sense 的房仲会怎么样？还是会继续帮忙协商去处理这些问题就对了。像那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林店长嘛，我推荐的资讯栏也有。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买房附赠铁皮屋漏水问题的新闻并且我们讨论了房仲在房屋交易中的责任界限。我们先分析了房屋交易中，即使是赠送的铁皮屋，只要在合约或是说明书上未明确指出可能漏水或瑕疵问题，法律上卖方仍需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此外，房仲虽然收取报酬，但他的法律义务主要是资讯揭露不得隐匿或模糊房屋实际状况，而非无条件的负责到底。我跟你说如果房仲日后你住个5年8年所有问题都是要叫那个房东处理，那个服务费不是这个趴数，你知道？就这样那结论就是说，即使是附赠的违建，只要没有正式书面文件清楚标示免责，卖方就需负担起瑕疵担保的责任。而如果你真的不幸遇到这样的争议，最安全的做法还是直接找律师协助处理，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最后我想问你，以下事件哪一个房仲需要负责到底？ A. 未揭露这件是凶宅， B. 没有说邻居是恶邻居， C. 屋主在室内安装针孔摄影机忘了拆。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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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 po 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置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销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置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
啊，10万有什么好处？哦，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哎，对，按了吗？哦，按了哦，好哦，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哦，讲八卦，反正就是凹房仲处理东西啦，就是这样啦。房仲哦，不是不能给你凹哦，那毕竟这个买卖好，你是买方，你是卖方，那个都是6位数甚至7位数的大钱的交易，所以大部分的房仲是能尽量协助就尽量协助。可是还是会有发生一些很极端啊，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哦。通常啊，这也不叫凹，就是你可以请房仲来打扫房子哦，因为他卖嘛，卖要有卖相。那通常哦，现在房仲公司都会直接说，你只要签给我，帮你卖，那我就会出清洁帮你去做一做，这个都可以。那你其他哦，你就看你自己跟他交情如何啊，你看他想不想你这个案子啊，能凹到什么东西，那你就自己看着办。我是认为没有必要去凹人家啦。我们今天要的哦是。我是买方，我是要买到一个都 OK 好，都没什么问题的房子哦，最好银行贷款也没问题，屋况也没问题，邻居也没问题，这样。我是卖方，我就是要房仲帮我卖个好价钱，然后交易的过程不要有什么状况，那后续不要什么黏黏糊糊的事情就好，所以没有什么必要去凹人家。我最常听到的就是凹那个房仲帮忙打扫房子哦，然后再来是老式整体，这我讲一下，这很常发生哦，中古屋很常发生哦，好，就是那个。我们中古屋很多都是老式的木做的橱柜、衣橱、衣柜，那个都很高，都直接做到天花板哦。你应该有印象，就是什么阿嬷大衣柜这种东西哦。好，这种木作都不符合现在的使用跟现在的审美，所以都会被拆掉嘛。你下一手买方进来，你都要装潢嘛，你就要拆。最常发生的就是你把那个整个木柜整个拆掉之后，发现因为那个通常这个木柜后面很容易会贴着什么？贴着浴室。结果你把那个木柜拆掉以后，那个它背后背靠那个墙壁的下缘都是壁癌，都是壁癌没拆也不知道，卖方自己也不知道，都是壁癌，它就已经有壁癌的问题，可是它就是木柜挡起来嘛，然后木柜使用也正常嘛，所以大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嘛，你现场去你敲你也敲不出来就是这样，很常发生。所以买方心情就不美丽了，哎呀，买到一个有壁癌的，你老师然后当初我没讲，不是你要中介怎么讲？中介问屋主你当初我没告知那个屋主说什么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就来回就是这样。我是认为说，算了，你就赌赌看你的运气吧，看看你遇到的是怎么样的中介吧，愿意帮你处理到什么程度。那还有也是极端东西极端的情况，台风跟地震，台风是这样每年都有，台湾每年都有。然后台风有所谓的百年难得一遇的台风，百年一遇的台风，结果2024直接来2个。林老师，你不是说百年一遇，结果同一年同一个暑期还可以直接来2个，那怎么玩海燕台风跟山陀尔，我家也淹水我家从阳台豆巷坠出来然后淹水，然后淹到我家的那个地板。我也就算了我真的说我也就算了就百年一遇，你要人家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没办法处理就是这样遇到就遇到好在我有自己简单处理的能力，我看看这个就算了。可是也架不住说市场中还是有很多情绪化的人我跟他们房仲他们聊天，就是听他们在讲，还是有很多以我们的话讲晋级的巨人的名词来讲叫奇形种，就是他这个逻辑怎么可以是这样？我都没想到，我都想不到他还可以这样子来要求我，还是会有这个。也很正常，因为房子这种东西几百万到千万的东西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小小瑕疵都很难忍受，这么大的钱我要扛30年贷款，你就要吞下去，没这个道理不然我们大家就告起来这种事情很多。台风台风真的是，还有台风会怎样淹水我听过一个，我也不想去追踪后续，因为我听了我就觉得是麻烦到爆了，哇，这个事情真的是谁遇到谁倒霉。在那个台风百年一遇台风就来了嘛，你又不能叫台风先不能来你叫台风等一下，等你先怎样，等你先把房屋对保什么的都完成了以后，台风你再来，没这种事我听到的是高雄有个很有名的案子嘛，叫日安地球。我为什么可以直接讲这个案子？因为新闻直接写了所以 OK。在台风的时候怎么样？淹大水，淹水淹到什么程度？那是什么宝珠沟排水排不出去？其实不止这个社区有淹还有另外社区真的我就骑车出去看我还不敢开车嘞，我想骑车到时候我要闪水怎么比较方便，我骑车出去看不止那个社区，真的附近不止，可是新闻爆出来，而且直接给人家社区名字写上去的就是这个日安地球。好，这日安地球中古屋30年
怎么样？淹水怎么淹？从地下室 B3一路淹到1楼地面满出来。哇靠！这恐怖在哪里？里面有没有人啊？有没有小朋友还逗留在停车场里面呢？后来是没有了哦。我甚至有去看他们现场拖车拖出来，哇，那个湿哒哒的，很麻烦，你知道吗？多麻烦！就是他们先抽水，抽完 B1 开始拖 B1 的车，然后一路这样子抽下去。我先讲完这个事件，我再来描述那个有多刺激。好，那个事件就是说，那个台风来了，可是怎么样？可是还没对保，靠腰。那个买方好，合约已经签了，还没去银行对保。现在你接下来你要不要去保？你要不要去对？啊，可是你合约都已经签了，到底是怎么样？你买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说会来一个台风，然后地下室淹人，你是买方你接下来要面对一个泡水地下室，你要怎么办？你还要不要买？麻烦啊，极端的嘛。那屋主也觉得很衰，说就好好的，我就是等着把这个房子交出去，然后我拿到钱。结果这个地下室淹水，不好意思，这关我屁事哦。他就淹成这样，然后买方那边中介那边很麻烦。好，反正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这种大场面，叫做淹水从 B3 一路淹到不是 B1， 直接淹到1楼。换句话说，所有的车子都泡在水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水压，一定很猛吧？一定超猛的吧？那个水压 B3 的水还得了哦？据他们的说法，B3 的水它并不是像水族缸这样子全部填起来，它还是大概淹有半个人高这样反正水就下去。可是 B3 的某一处说真的就是灭顶那个等级的我去看的时候很热闹真的很热闹其实不应该这样这个好孩子不要模仿我就去看嘛，然后非常热闹，我机车还停远远的，然后我才过去。他们正在做拖车作业围非常多的人。我想说大家都来看热闹，像我一样，不是？那都住户那都车主。为什么？因为那危险那底下是断电停电的状态，然后那个搜救人员好像也不是消防，反正就民间的那种下去，然后就拿手电筒这样子拍，这样子去照，怎么照他们就照到以后就拖，怎么拖？因为老旧的那个，反正那个社区它有限高啦，地下室有限，废话当然有限高，所以只能够用小车来拖。我记得是10K 的什么，好像看起来像越野车的东西，很猛那个马力怎么猛？拖车呢？因为你大车进不去嘛，就拖就下去，然后把它拖上来，很猛，看然后全部的住户出来是怎么样？出来是说一个车子这样硬拖出来以后，他们就会用手一抹，全部都泥浆嘛，把那个车牌抹泥浆给它抹掉，现场又喊这谁的？然后旁边就有一个车主快哭出来，这样子跑过去然后那边打开，然后什么全部都在滴水滴答，排气管也在滴这样，然后发当然也是发不动了然后就把门打开，解锁以后把门打开。那个我们停车不是 P 档嘛，它就像硬拖，我也不是很懂，可是你又不能让车主自己下去那个危险地下室。好，就这样，然后就把门打开，怎么样？用推的，把门打开，推那个 A 柱，就这样用推把它推走。然后这个车要下很窄的巷子，垃圾车过去都要闪，它不是大路旁边，很麻烦。然后又下去拖另一个，再把它拖起来。如果你是买方因为那个社区还 CP 值很高很便宜你买到那个社区，你已经签约，但是银行还没对保然后现在就发生这个事情，你作何感想？我想到我就觉得很麻烦。还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个社区在大寮哪个社区我不讲，很有名，连新闻都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我就不方便透露。总之就是它是盖在山，那也不叫山，那个根本没有到山的规模，那个是一个小土丘一个社区大楼一个电梯社区大楼，不是台风就是下雨而已，强降雨而已然后怎么样？后方挡土墙塌了。靠腰，哇嘞后方挡土墙塌了，然后塌了以后压倒这个社区自己的围墙，后面的围墙，说要找谁负责我靠，到底要找谁负责那莫名其妙的事情一大堆你身为买方，你根本不知道屋主电话，中介不会给你屋主电话，所以怎么样？你只能找中介，那中介就是逃开莫雷修，很麻烦。好，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说，你先问律师然后真的遇到极端的情况做人留一线，你该吞了。当然我不是说地下室淹水，你当初买一个有地下室可以用的平面车位，然后现在都不能用的，后来他们也修整到可以了啦。我当然不是叫你什么都要吞，只是说哎呀，这种遇到天灾看怎么处理，事情能够处理掉能过就好了，真的是就好了。
现在你回头看看那个我说什么阿嬷大衣柜拆掉以后啊，发现那个后面那面墙的下缘处好像有壁癌，这件事情就还好嘛，对不对？这就还好。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哦。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中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二邻居，对付二房东，对付二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